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兔耳小桶包。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包包有两款，钩织方法类似，只是配色及像素格子不同，都分为包底、包身、束口织片、内衬和配饰。先学习包底和包身。包底是成品，不需要制作。包身是在包底的洞眼里绕圈向上钩织的，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这款产品用的是十字短针，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用到的针法有 X 十字短针、SL 引拔针、F 长针、CH 锁针、K 空针，请看演示。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取出对应线材，先钩第一圈，取出包底。我这里颜色随机。第一圈就是在这样的包底洞眼里钩织的。将包底有铆钉的这一面对着自己，这一面是包底的正面。将线打一个活结，钩针穿入任意一个洞眼里，并将打结的线圈钩出。将线圈拉至与包底边缘齐平的高度，调整一下线圈，接线完成。先钩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接着在这个洞眼里钩3针短针，注意将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藏进去。第一个短针完成后，可以用记号扣标记。如果没有记号扣，也可以用别针或者线标记。钩织时，线要拉至与包底边缘齐平的高度。这样就钩好了一个洞眼。后面就是在每个洞眼里钩短针。注意，其中有2个洞眼是钩4个短针，其余洞眼钩3个短针。大家按照图解将这一圈钩完。
最后一个动眼勾完后，可以刻个记号扣标记，然后对照图纸核对一下针数，不要多针和少针。在第一针上勾引拔针，也就是左侧记号扣标记位置。每一圈结尾连接的引拔针都不算一针，直接拉紧，以免后面多勾。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勾第二圈，立一个锁针起立。这一圈需要在反面钩织逆时针翻转织片，在线头左侧的针目，也就是上一圈最后一针扣记号扣位置，勾一个引拔针。反面钩织时，短针的针目在左上方。穿入针目，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就勾好了。注意，这里引拔针正常钩织，不需要拉紧。这一针是这一圈的第一针，可以标记一下。继续在左侧针目上勾一个引拔针，如果手很紧，可以稍微拉大线圈，勾松一点，方便后面钩织。往下，一针对应一针勾引拔针，将这一圈勾完。最后一个引拔针勾在上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上，也就是记号扣位置，不要漏掉。完成后，核对针数，应当与第一圈针数相同。数引拔针的针目，一个针目表示一针。最后，在第一针引拔针上调引拔针的针目，引拔连接。连接的引拔针需要拉紧。第二圈就勾完了，继续勾第三圈。这一圈需要翻面钩织，先立一个锁针起立，逆时针翻转。钩织前看一下，织物有两圈辫子，前面的一圈是短针的针目，后面的一圈是引拔针的辫子。
这一圈需要挑引拔针的辫子，一一对应钩织短针。最后一针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然后与第一针引拔结束，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织物表面形成这样一圈辫子纹理。我们将这一面作为正面。第4圈是挑第3圈短针针目钩织。一一对应钩短针即可，一直钩到倒数第2针结束。完成后，因为下一圈需要换色，所以这一圈的最后一针需要换色，先钩一个短针。完成后，拉大线圈，取出钩针，钩针穿入针目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然后取出新线。为了区分并教学，我们称为线2，原线称为线1。绕线钩出，然后拉一下刚才拉到的线圈，这样换色就完成了。接着用线2与第1针引拔连接，钩织时将2根线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这样第4圈完成。接着钩第5圈，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就是在正面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即可。
线一不用藏，放在这里。接线的线头边勾边藏一下。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连接时，将线一放在钩针上方，带一下线。这样第5圈完成。下面来钩第6圈，也是用线2钩一圈短针，不用藏线1。如果后面分得清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可以不用扣记号扣标记。结尾也带一下线1。这样第6圈完成。继续钩第7圈，立一个锁针起立。接着表格中是括号 3x 大括号 5f 大括号 3x 括号乘14。这里最外面的括号表示一组针法，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先用线2先依次钩3个短针，因为后面会安装内衬布，这里大家可以选择藏不藏线。如果藏线，就边钩边藏一下线。注意，藏的线不要皱缩在织物里面，要稍微拉直，使织片平整，然后再换色。如果不藏线，就是3个短针完成后，直接换色。注意度线不要太松或者太紧，使织片平整即可。如果不喜欢后面有很多度线，就可以选择藏线。我这里选择不藏线。3个短针完成后，用线1在左侧相邻针目里钩5个长针。注意，这里的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5个长针完成后，
钩针穿入最后一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进行换色。注意度线不要拉得太紧。完成后，继续用线2钩3个短针，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一组，我再演示一组。先用线2钩3个短针，然后换色。在下一针里钩5个长针，换色。注意度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完成后，继续钩3个短针，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又完成了一组。大家按照这一组的演示，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7圈完成。将线1预留5到10厘米，线头断线。用缝针将线头在织物反面藏好。接下来钩第8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换色，取出新线，为了区分，我们称为线3。
接着钩一个短针5针并一针，用线3先钩5个短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穿入左侧针目，将线钩出，这样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左侧依次再钩4个。完成后换色，取出线2，将线钩出，这样短针5针并一针完成。接着在左侧短针针目上依次钩3个短针，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一组。调整这里的针法，使它向前凸起。我再演示一组括号里的针法，先依次钩3个短针，接着换色，钩一个短针5针并一针，记得换色。然后又钩3个短针，注意调整这里的针法，使它向前凸起。这样第2组针法完成。大家按照这一组演示，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完成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线3断线藏线，这样第8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9圈和第10圈，这2圈都是挑针目钩织，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即可，总针数与上一圈不变。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2圈。第10圈完成后，下面来钩剩余圈数，从第11圈开始，一直到第26圈结束。都是按照像素格子来钩，一个格子代表一针短针，
换色方法前面都演示过。注意，有些圈数是多根线交替换色。大家在钩织时，线不要打结，要及时理顺。大家按照像素格子图完成即可。完成后，又对照表格图解，将剩余圈数完成。注意，第30圈完成后，可以断线，也可以不断线。如果不断线，最后一针完成后就放在此处。最后一圈完成后，结尾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包身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包身完成后，接着学习束口织片。是在包身上挑针钩织，中途不用换色，请看演示。取出钩好的包身，找到第30圈没有断线的线头，如果断线了，就重新接线即可。束口织片第1圈是挑包身第30圈短针后方的横向度线钩织。也就是这样的一根线。第1针后方的横向度线有点短，大家用缝针将它挑松一点钩织。钩针穿入第1针后方的横向度线，将线钩出，接着开始钩织，先钩4个锁针，接着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空2针，在第3针后方挑横向度线，钩一个长针，一个锁针，一个长针，然后又空2针，在下一针挑后方的横向度线，钩一个长针，一个锁针，一个长针，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演示钩织。注意，有些地方是空3针，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
最后与起立针第3个锁针引拔连接，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这一圈是不加不减钩短针，立一个锁针起立，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左侧锁针洞眼和长针针目上依次钩2个短针，后面就是一个针目对应一个短针，一个锁针洞眼也对应钩一个短针。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钩完这一圈。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完成。接着钩第3圈，先在左侧第2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过渡，接着就是按照第1圈的演示钩织。注意，这里是挑针目钩织，不是挑短针后方的1根线钩织，并都是空2针，没有空3针。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引拔连接，第3圈完成。第4圈的钩织方法与第2圈一样，都是1针对应1针钩短针即可。大家完成这一圈。完成后，后面就是按照第3圈和第4圈的演示，再重复3个循环即可。大家将其钩完，这样束口织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缝合内衬，先裁剪网格板，再缝合内衬，请看演示。先取出包身和网格板，将束口织片向外折叠，将网格板放在包身内侧，绕一圈，然后用线固定，使网格板贴紧包身。用线固定好后，看一下，如果重叠过多，大家可以剪掉一部分，只需要重叠3个格子以上即可。我这里重叠了5个格子。网格板高度
与束口支片第一圈的入针位置齐平。大家先剪掉不要的部分。完成后，取下固定的线头，将边缘修剪平整。完成后，取出内衬布，全部覆盖在上方。四周比网格板多出2厘米及以上即可。然后剪掉多余的部分。接着剪一根40厘米的线，将网格板重叠的部分用线固定。完成后，取出内衬布，将它放在网格板内侧。先贴合网格板，用线固定。
注意，内衬部要平整。大家将这一圈固定完成，快要结束时，将内衬部往里折叠一点，然后再固定。完成后，剪一根长线头，抽取其中一股，穿入细针，接着开始缝合。先任意缝合一侧，现在布上固定线头。我们从开始这里缝合，这一侧是结束位置。沿着边缘一圈的网格板洞眼穿入，穿出，边缝合边调整，使内衬部平整。一直缝到结束位置。完成后，打结藏线。然后上面这一部分固定的线头
可以取下。一侧缝好后，接着缝合另一侧，边缝合边调整，使内衬部平整。大家将这一圈缝好，最后将这里也缝一下。缝好后，打结长线。这样，网格板和内衬布就组装在一起了。然后放在包身内侧。将内衬上面这一侧与包身缝好。注意线迹不要露在表面。先在包身反面固定线头，接着开始缝合。完成后，打结长线。大家多藏几针，然后将内衬下面这一侧也缝好，这样内衬缝合就讲完了。内衬布完成后，下面学习配饰，包括兔耳朵、束口绳、包带和包链。先学习兔耳朵，是在束口织片上接线，来回往返钩织，最后进行钩边，一共2个。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剪针、
长针3针并一针，长针加针，请看演示。取出包包，找到束口织片最后一圈，任意穿入一个短针，进行接线。我这里从像这样 V 字形花样上方的第一个短针接线，接线完成后，立2个锁针起立，不算一针，空掉接线位置不钩。接着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减针，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就是钩针绕线一圈，穿入针目，绕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左侧针目上再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长针减针完成。然后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12个长针。完成后，在左侧钩一个长针3针并一针。长针3针并一针的钩织方法就是，先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2行，立2个锁针起立，不算一针，翻面，空一针，在左侧针目上依次钩11个长针。注意，因为织物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完成后，钩一个长针减针，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后面行数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注意，后面会遇到一个新针法 FV 长针加针。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长针加针的钩织方法。长针加针的钩织方法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完成。大家按照图解钩完最后一行，完成后断线，接着来钩边，从第1行的接线位置开始接线，然后绕着兔耳朵每一行边缘钩短针，挑边缘几根线钩织。短针数量没有要求，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
完成后，断线藏线。这样一侧的兔耳朵就完成了。另一侧的兔耳朵对称钩织。大家将它完成后是这样的效果。这样兔耳朵就讲完了。下面学习束口绳，一共2条，每一条结尾都预留15厘米线头用于缝合珠子。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法钩织2条长约40厘米的绳子。我先演示钩织方法，再演示安装方法。下面我提供一个钩织束口绳的钩织方法。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左手挂线，留出的线头在下方。先打一个结，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钩针绕线，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第一针完成，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继续钩织，钩针绕线，将线勾出，重复挂线钩织。到达需要的长度后，留线断线。如果需要缝合，线头留长一点。绳子钩完后，下面进行组装。需要时，组装的珠子在兔耳朵2侧，将兔耳朵对折，捏扁束口织片，从这2侧端点开始穿绳子，取出1根绳子，先从任意一端锁针洞眼穿入，拉出，结尾留1点不拉出，然后就是从每一个锁针洞眼里穿出与穿入。注意开始留的绳子不要脱落。完成后，将绳子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我们使用1根线缝合珠子，结尾打结固定珠子。
完成后，将另一根线顺着绳子藏好。大家多藏几针。完成后，将另一侧也缝上珠子。2颗珠子缝好后，一条束口绳就安装好了。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另一条绳子。完成后，大家缝好珠子。这样束口绳的安装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包带，是钩一条长约70厘米的虾辫，这里是采用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开始和结尾都预留15厘米的线头缝合龙虾扣。完成后，在包身上组装低字扣，最后取出成品包链进行组装。下面我先提供一个钩织虾辫的方法，注意开始和结尾预留线头用于缝合，完成后再进行组装。下面演示虾辫的钩织方法。锁针起针，钩2针锁针，然后钩针穿入第1针锁针的上方半针，绕线，将线钩出，再绕线，从2个线圈中钩出，钩针保持不动，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绕线，钩出，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绕线，钩短针，继续往下，顺时针转动织片，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
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顺时针转动织片，然后调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钩一针锁针固定，留线断线，如果需要缝合，则留长线头。这就是虾辫的钩织方法。虾辫完成后，下面进行组装。先将虾辫一侧预留的线穿入缝针，接着取出一个龙虾扣，从这个洞眼中穿入，缝在虾辫上。大家可以多穿几次，缝合牢固。完成后打结藏线。大家多藏几针，这样一侧就缝好了。大家将另一侧也缝好，这样包带就制作好了。下面安装低字扣，剪一根40厘米的兔耳朵的同色线，穿入缝针，将低字扣组装在束口绳两侧，包身倒数第2圈的入针位置。大家多穿几次，固定牢固。完成后打结藏线。两侧低字扣安装好后，下面将成品包链和包带扣在上面。这样包带和包链就安装好了。到这里，整个包包就全部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